戴尔这个品牌里有一台电脑我很喜欢，但因为价格太高，让我始终都无法下定决心购买，那就是戴尔的 XPS 15。关注比巴的老粉都知道 ，XPS 15是大屏全能本的老祖宗，窄边框的普及者，也是我的梦中情人。顶级的设计，顶级的价格，可以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可能是为了进一步的服务年轻人，也可能是为了普及 XPS 15的产品形态，戴尔近期发布了灵越16 Plus， 它的定位和 XPS 15十分接近，采用了金属机身，厚度控制的比较薄，价格呢相比 XPS 15低了许多。这台电脑的实测表现如何呢？能否胜任创意设计的工作需求呢？看完全部视频，相信你能找到答案。照例先来看一下配置，这台电脑采用了英特尔的 i7-1800H 处理器，8核心16线程，独显是 RTX 3060 Laptop， 最高功耗65瓦。内存为双通道的 16GB DDR4 3200兆赫兹单面颗粒，硬盘容量为 512GB， 型号是金士顿的 OM3 PDP3AD， 支持 PCIe 3.0/4。屏幕方面，它搭载了一块16英寸16:10比例3072×1920分辨率100% sRGB 色域的 IPS 屏，自带硬件防蓝光和 ICC 校色文件，我们后续会着重测评它。价格方面，它的官方售价为9999元，经常会有8999元的促销价。戴尔灵越16 Plus 最大的特点就是这块16英寸的屏幕了，官方称之为 3K 视网膜屏。所以说我们先测它。这块面板来自友达，它的实测色域容积为 112.6% 的 sRGB， 色域覆盖为 99.7% 的 sRGB。色准方面，它出厂自带了一个 ICC 校色文件，实测平均调态 E 为 1.38， 最大调态 E 为 3.3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是在搭配硬件级防蓝光之后的色准成绩。相比其他电脑的软件防蓝光，硬件防蓝光可以去除部分波长为415到455纳米的蓝光。说人话就是可以在不让电脑色彩泛黄的同时，缓解长期看屏幕后眼睛的疲劳感。实测屏幕的最大亮度为288尼特，采用全亮度 DC 调光。响应时间方面，它的黑白响应时间为25.4毫秒，灰阶响应时间为42.8毫秒。总的来说除了亮度和灰阶响应以外，这台电脑的屏幕总体表现良好，配合高分辨率和16:10的比例，适合那些创意设计类的工作。看完最重要的屏幕，我们照例来看一下它的外观。整机采用全金属的材质，背面仍然是经典的圆形 logo， 颜色按官方的说法叫月夜灰蓝。这台电脑的出风口、转轴和侧边都采用了大量的圆形设计，上手感觉会更加顺滑一些，与棱角分明的 XPS 系列进行了区分。屏幕可以单手开合，最大开合角度约150度，整个壁面采用4面窄边框的工艺，上方有支持物理防窥的摄像头，屏占比达到了 88.5%， 结合这块16英寸的面板，观感很震撼。键盘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块超大的触控板了，相比上一代的灵越增加了 30% 的面积，这应该是我们测过16英寸笔电里最大的。按压手感正常，滑动体验一般。开机键放在了键盘右上角，看上去是一个容易误触的位置，实际上它做了非常硬的防误触操作手感，类似于苹果的 MacBook， 所以说比某些品牌会好一点。键盘按键的键程为 1.3毫米，手感偏硬，方向键的设计很有灵性。然后是底面，一根长脚垫，中间是3排进风口。灵越16 Plus 没有采用常见的扬声器开孔，而是在两侧的音箱位置留了缝隙。然后再来看一下接口，左侧为电源接口 HDMI 2.0、USB 3.2 和一个雷电4，右侧是一个 SD 读卡器、一个 USB 3.2 和一个 3.5毫米的音频接口。对于一台全能本来说，这个接口规格勉强够用，要是能再加一个 C 口就更好了。整机的重量为 2.11千克，厚度为 16.8到 20.3毫米，典型的大屏全能本的体型。戴尔灵越16 Plus 总体走简约风，但也有自己的设计元素，比如说这个圆形的散热孔，特别是后侧开孔很大，我甚至能摸到里面的散热鳍片，这种风格我还是头一次见到。下面我们进入性能实测，首先是 CPU， 在 Cinebench R20 的巡航测试中，第一次的分数较高，达到了4500分，之后逐渐下降，从第3次开始稳定在3850分左右。从跑分时的功耗监控可以看出，前2次 CPU 处于真男人时间内，先跑到70多瓦，然后回落到 PL1 的63瓦。从第3次跑分开始 ，PL1 会降低到45瓦，成绩也稳定了下来。然后再来看看显卡，灵越16 Plus 搭载了最高65瓦功耗的 RTX 3060 Laptop， 由60瓦的基础功耗和5瓦的动态增强组成。从实测的跑分来看，65瓦的3060性能大约是130瓦的 73%， 能耗比其实还可以。向下比较的话，它的性能相比80瓦的3050 Ti 强了 14% 左右，还多了2GB 显存。理论跑分就到这里，下面来看一下它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。既然是创意设计 PC， 那肯定得先运行 Adobe 3件套了。其中 PS 779分 ，AE 938分 ，PR 604分。PR 的 4K 视频导出时间为12分18秒，这些成绩和我们之前测试过的 ThinkBook 16P 互有胜负。总体来说，属于 Creator PC 的主流水平。
同样，我们也跑了一下反映工业软件性能的 SpecView 2020，这些软件相比 Adobe 来说更加吃显卡。灵越16 Plus 由于显卡的功耗偏保守，得分也稍低一些。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工业领域的软件与创意设计 PC 的应用场景还是有些区别的。如果你是理工科的，需要一台专门为工业设计而生的笔记本，那可以考虑一下戴尔的 Precision 系列。测完了生产力部分，我们也试着跑一些游戏试试默认搭载的内存是单面颗粒的，对于高帧率的游戏会有一定的影响。另外，由于原生的 3K 分辨率对于65瓦的 RTX 3060来说压力实在太大，所以说我们的游戏测试都放在 1080p 下进行。先来看向网游部分 ，Dota 2最高特效125帧 ，CS:GO 最低特效390帧，帧数和同配置的专业游戏本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然后是单机游戏部分，《古墓丽影》和《地平线4》可以无压力的最高画质运行，《全面战争三国》、《刺客信条：英灵殿》、《大表哥2》和《看门狗》则是50多帧，稍微降低一点特效就能达到60帧。而地铁和2077这两款显卡杀手就比较吃力了。总的来说，灵越16 Plus 的性能表现中规中矩，作为一台 Creator PC， 性能调教保守是正常现象。这和专注于抠性能的游戏本有很大不同，因为有60赫兹刷新率的16:10高分屏，所以说它更适合用来工作，而不是玩游戏。看完了性能实测，散热测试也不能落下。室温25度，关闭 AVX 512，单烤 FPU，CPU 的温度最高102度，维持在82度，功耗45瓦，频率2.9G 赫兹。单烤显卡 RTX 3060的温度维持在72.5度，触发了动态功耗增强，功耗65瓦，频率1447兆赫兹。双烤 CPU 维持在92度，功耗36瓦，频率2.4G 赫兹左右。显卡81.8度，功耗60瓦，频率1222兆赫兹。这台电脑配备的是130瓦的适配器，整机功耗强设置成了125瓦，所以说双烤时 CPU 会被限制在36瓦左右。再来看一下表面温度，温度最高的键帽出现在 F9 51度，键盘中部有不小的一块区域在45度以上，高负载下会有明显的热感。背面温度同样不低中心点46.8度，最热的地方将近60度，不建议插电放在腿上满载使用。噪音部分，它在满载状态下的人位分贝值为50.2分贝。总的来说，灵越16 Plus 的散热表现一般，为了把机身做薄，这台电脑在功耗设定和隔热效果上都做出了一定的牺牲。如果把机身做得厚一些，散热应该会好不少，但外观可能就吸引不了 Creator 了。为了进一步探究，我们把它拆开看一下。灵越16 Plus 的拆机很容易，卸下底面的螺丝即可揭开后盖。难点在于装回去的时候，它的卡扣数量比较多，左上角和右上角比较难合拢，一定要找准位置再用力，否则呢容易弄断卡扣。高配版的戴尔灵越16 Plus 采用了3风扇5热管的散热模组，其中有2根热管是用来给供电和显存散热的。机器一共有4个出风口，仔细观察的话能发现一个有趣的地方，这台机图的右上角4个圆孔其实是装饰用的，这部分的出风口藏在了转轴下面，而另外一边由于是双风扇，所以说鳍片更长，圆孔和转轴位置都能出风。实话说这种一半转轴出风的设计我还真是第一次见，如果不从转轴位置出风，那相信通风效率会更高一些。聊完了散热设计，我们继续看拆解。中间是2根海力士的8GB DDR4 3200兆赫兹内存，单面颗粒，工作在3200 Gear 2的模式下，实际跑分如图所示。左侧是一个预留的 M.2 硬盘位，仅支持2230规格，原装的固态硬盘在上面，型号是金士顿的 OM3 PDP3，实测缓慢写入大概有300兆每秒，同样是2230规格，通过一个支架安装在了 M.280 的硬盘位上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想给这台电脑加装2280的固态硬盘，那需要先把原装的这块拆下，装在预留的 M.230 的接口上，然后再把新硬盘装在上面。无线网卡是 Intel 的 AX201，支持 WiFi 6。最下面是86瓦时容量的大电池，实测 PC Mark 10的续航测试成绩为7小时4分钟 ，PC Mark 8的续航测试成绩为5小时15分钟。其中 PC Mark 10的负载较低 ，PC Mark 8的负载较高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交叉参考。好了，看完了屏幕、外观、接口、性能、生产力、游戏、散热、拆机，相信对这台机器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按照惯例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。先说优点。第一，屏幕素质不错，自带硬件级防蓝光和 ICC 校色文件。灵越16 Plus 采用了16:10的屏幕比例，还把分辨率增加到了3072×1920，让整个壁面的观感更胜一筹。另外，它在硬件防蓝光的基础上还进行了校色，护眼的同时色彩不发黄，适合那些长期盯着屏幕的打工人。第二，86瓦时的电池容量较大，灵越16 Plus 的电池容量比较大，同时呢也支持 PD 充电，已经尽可能让续航更长了。第三，售后服务较好，戴尔的售后在主流品牌里是很不错的。灵越16 Plus 提供2年上门维修和全球联保服务，对于电脑小白或者说有出国需求的商务人士来说非常方便。聊完这台电脑的优点，自然要说一下它的缺点。第一，高负载下性能释放比较保守。
作为一台16英寸的全能本，双烤下36+60瓦的性能释放还是保守了些，而且高负载下它的表面温度也偏高。希望下一代的产品能改进一下散热，把性能释放提上来。第二，触控板虽大，但手感一般。大面积的触控板确实是近2年创意设计 PC 的重要配置，但是大不等于完美，滑动和点按的体验也同样重要。这块触控板的综合手感还需要再打磨一下。第三，升级用的 M.2 插槽仅支持2230规格。一般来说，16英寸的全能本至少应该有2个 M.2 硬盘位。这台电脑虽然给了，但是在第2个插槽只支持2230的超短硬盘，升级选择太少了。近2年，行业里出现了不少定位类似的笔记本电脑，戴尔灵越16 Plus 设计的更加简约内敛，预留双内存插槽也让它能升级至32GB 双通道，获得 PR 视频剪辑的能力。它的适配韧性其实很简单，游戏爱好者肯定不合适啊。这台电脑首先比较适合那些不懂电脑的人。这不是嘲讽啊，而是因为灵越16 Plus 拥有2年的上门售后服务，那些一碰到软硬件问题就2眼一摸黑的电脑小白，真的很需要一个售后相对好点的品牌。其次，这台电脑还可以用来做视频剪辑和平面设计，这块高分辨率的大屏幕能派上用场。最后，如果你本身就喜欢戴尔的旗舰机 XPS15 和 XPS17，苦于囊中羞涩买不起那么贵的笔记本，那么这台就可以作为 XPS15 和17的替代型号。在我看来，灵越16 Plus 是一次不错的尝试。万元以内需要更多的创意设计 PC， 我们期待所有的一线品牌都能够推出一款类似定位的电脑，把专业工作领域给盘活起来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不妨来个长按一键3连支持我们，你们的赞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我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。这台电脑或许良心，或许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：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是比巴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